同样的策略逻辑，同样的交易品种，用固定参数跑，结果是这样。但我只要在代码里开启一个隐藏开关，就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走势。是策略逻辑变了吗？不是，它是给你的 EA 塞进了一个跟随时间自我进化的能力。这里没有网格，没有马丁，但它能在市场变脸的时候，比你更早找到最优的止损和止盈位，以及最适合的仓位。你调了一组参数啊，回测漂漂亮亮啊，上线的时候刚开始呢还行啊，但是跑了2个月之后发现订单变得越来越迟钝啊，跟不上市场节奏啊。你以为是市场有问题了？不是啊，你遇到的是大多数程序交易的人都会撞上的一道隐形天花板啊，用静态的东西打动态的仗啊。市场每半年、3个月甚至1个月啊，微观结构就在变啊，波动率在变。趋势特征在变啊，品种的性格也会变啊，但你的策略不会啊。面对新的交易环境，他不知道该继续维持现状，还是跟随市场一起变化啊。就像是一个手机系统，永远不更新啊，用呢也能用啊，但是面对你的新需求啊，它可能已经力不从心了。传统的解决方法就一个啊，定期人工优化啊，但是效率有点低，尤其是你管理着很多个交易策略啊，有些是高频的，几周甚至几天不优化就掉队了啊，有些是偏中长线的，对于市场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啊，不需要你频繁的去更新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聊什么经典策略，不聊 AI 模型啊，我只分享一个逻辑啊，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啊，让你的 EA 拥有自我进化的能力。这里有一个概念要先说清楚啊 ，WFA 啊。WFA 是量化交易真正祖师爷级别的人物啊 ，Robert Pardo 啊，他为了解决策略的过度拟合想出来的一个方法啊。那么早在80年代啊，绝大多数交易员还在用纸笔画 K 线啊，靠感觉下单的时候 ，Robert Pardo 就已经用代码在市场里这个大杀四方了啊。但是他也会面对所有量化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策略的过度拟合啊 ，overfitting 啊。所以 WFA 它有2个作用啊，那么第一就是稳健性测试啊，那么简单理解就是用多段不重叠的历史数据去验证你的策略是不是真的稳定啊，而不是只在某一段行情上碰巧表现好啊。这个我们在内部课程里做过非常详细的系统讲解啊，今天不多展开啊。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啊，那么第2个作用就是让策略适应变化的市场啊，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也是这套遗传算法的一个由来啊。那么 WFA 它是一种思想框架啊，告诉我们应该定期滚动优化啊。那具体用什么技术来实现呢？啊，遗传算法，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在某个时间点启动了策略啊，那么它会回溯过去，比如60天啊，用这一段数据去跑一遍优化啊。注意，它不是去找绩效最高的那一组参数啊，那样极容易过拟合啊，它找的是卢关性最强，在样本外也能站稳的那一组啊，然后带着这一组参数去跑接下来的这1个月的实盘啊，然后当月结束之后呢，同样的事情再来一遍，再倒推最近的60天，然后针对新的时间窗口重新进行寻优啊，然后抓出当前最稳健的，在样本外表现也出色的一个结果，然后继续放在下一个月去跑啊，之后就是不断的去重复这个过程啊，然后让 EA 处于一种持续的自我优化的状态啊，永远都往当下的最优解去靠啊。那它到底是怎么找到最适合最近行情的最优解呢？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啊，它模仿生物进化 genetic algorithm 啊，简称 GA 啊。那么生物在自然界怎么进化的啊？首先是个体出生，然后环境筛选啊，活下来的进行繁殖，繁殖时基因交叉和变异，下一代再经历同样的筛选啊，然后一代一代下来，种群越来越适应当下的环境啊。我们把这个逻辑搬进交易里啊，就是先随机的生成50套参数方案，然后每一套呢都拿到历史数据上去跑一遍模拟交易，然后打个分啊，赚的多的，包括回撤小的，它的分数就高啊，然后进行排序啊，然后分数最高的前几名直接保送到下一代啊，这个叫做基因保留，然后剩下的就是从这个高分里去随机的选2个当做父母，然后把他们的这个参数混在一起进行生孩子啊，就是交叉啊，然后孩子出生之后还有一定概率会随机的变动一下啊，那么这个叫变异啊，就这样啊，差的淘汰，好的保留，然后不断的迭代，然后跑了30代之后呢，最后活下来的就是当前市场下最适应的那个最优解啊。
整个过程不靠猜，靠筛选和进化啊，这就是遗传算法的自动优化的一个核心。那放在实际的交易里，它是怎么跑的呢？我说一下我的做法。你的 EA 每500根 K 线会自动触发一次优化啊，就是用最近的这段时间的市场数据去重新进行回测，找到当前市场下表现最好的参数方案啊，它自己回测、自己打分、自己排序、自己进化、自己写入参数啊。那么整个过程虽然说起来感觉步骤很多，但是其实几十秒就结束了，你甚至不会注意到它在跑啊。只有当你打开优化日志的时候，才会发现。比如凌晨3点，他自己改了一次参数啊，这次改的和上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当下的市场发生了变化啊。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了，这种自动调参没有人工评判，会不会他自己啊调着就过拟合了啊？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所以你在设计这个打分机制的时候就要提前预防啊。那么比如说要做这个样本外的验证啊，你 GA 优化的时候，历史数据要拆成2段啊。那么前80%给 GA 用作这个找最优参数，那么后20%藏起来，全程不让 GA 看到啊。等它找到了最优解之后，再藏起来这个20%数据上再测一次啊。如果在这一段没见过的数据上表现依然稳定，才算通过。那么通不过的话，就直接丢弃啊，参数保持不变，继续用之前的。还有就是比如回测惩罚，那么 GA 天生它会偏向大开大合的这种激进的方案啊，因为它利润高嘛啊。但是利润高也意味着风险大啊，所以在打分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回撤的权重啊。你想激进可以啊，但是你的回撤大就得扣分啊。那么 GA 它自己慢慢的就会发现，找一个稳妥的方案，分数反而会更高啊。那么还有就比如说这个什么交易笔数的保护啊，比如在这个1000根 K 线的回测中，你比如说一组参数，它总共就开了3-4单啊，那么它的这种高分可能只是一种运气啊，那你可以设一道门槛啊，就是交易少于多少笔的，你给它这个分数直接打一个折扣啊，这样的话靠运气的这种方案它直接就是通不过了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措施啊，最根本的保护呢是你的策略它本身必须先通过稳健性测试啊，比如这种参数敏感性、蒙特卡洛模拟、参数高原、参数孤岛等等这些分析啊，这些底层的逻辑是不能省的啊，因为你任何的优化都应该建立在策略本身有效的一个基座之上啊，我们不要做纸上雕花的事情啊。好，我们这里演示一下啊，我现在举例的是一个均线交叉的策略啊，那么策略本身逻辑非常简单啊，那么就是为了把注意力放在 GA 上啊。我们先看不开 GA 的一个回测结果啊，也就是策略的这个交易细节，那么从头到尾它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跑完整个时间段啊，那么绩效是这样的，是一个负的啊，意料之中啊，然后因子的话是0.92啊，然后采收率的话负的0.49啊。我们再看一下，开启了这个 GA 的同一个时间段啊，同一套策略逻辑啊，然后一个字没改之后的一个结果啊，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开启了这个自动优化，那么它会在每500根 K 线自动重新找一次这个最优解啊，然后结果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首先回测肯定是大幅收缩啊，肉眼可见的变好啊，然后它的这个净利润啊，包括盈利因子、采收率啊，这个多个指标也是同时翻正啊。那么从头到尾呢，策略的逻辑是一毛一样的啊，差别就是在于一个是静态的啊，一个是跟随市场一起进化是动态的啊。这就是 GA 带给你的啊，不是换一个策略，而是让你已有的策略拥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能力。好，这就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实现逻辑啊。那么代码功底好的，可以自己也动手去实现一下啊。那么我们内部课程的学员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学员资料下载完整的代码和这个使用手册的啊。那么相关的这个教学视频我已经做了更新了啊。那么这个功能，这个 GA 的引擎和策略是完全解耦的啊。不管你是用均线交叉、RSI 啊突破，还是什么时间策略啊，都是能够直接套上去的啊，都非常简单啊，已经做了充分的解耦啊。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遗传算法或者说这种自动优化啊，它不是万能的啊，它不能把一个亏钱的策略变成赚钱的策略，就算是能啊，它也是小概率事件啊，小概率事件啊，它真正要做的啊，是让一个本就正期望的策略表现得更好啊，更抗市场的变化啊，给它一个抗衰老的能力。